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可以在微信里面去搜索闲鱼，然后点击小程序来看一下。你在微信里边搜索闲鱼，那么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转转，不愧是你啊，不愧是你，不愧是你。当当了当，当啷当当当了当，当当了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，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，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言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啊！时间过得飞快啊，眼瞅这个2016年的1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。来看一下同一弹幕，这过去的这个1月份，你给自己打几分啊？你过得充实吗？咱们尽量打正分，好不好？满分100啊，尽量打正分，不要打负分。行吧，大家伙儿努力啊！下个月就要过年了，过年之前该买啥买点啥。我郑重提醒你一下啊，很多的网店呢，在2月2号之后就不发货了啊，因为它在春节前的1周啊，它可能会考虑这个快递的原因。不多说了，本周科技圈也发生了很多的好人好事啊，特别有很多的事情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。那咱们抓紧来表扬表扬这些人。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，可以把哈哈哈打在 Windows 上啊。如果觉得主播在下边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也打在弹幕上。咱们马上开始。Good morning！ 说起库克，大家当然不陌生啊。作为全球最成功的科技领袖啊，商业公司的 CEO， 库克呢，在过去10年间，应该说带领苹果啊，走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。但是最近2年呢，苹果是颇受打压啊，什么意思？欧盟呢一直要求苹果必须改变以往的一些策略，比如说上了 Type-C 的接口，又比如说欧盟要求苹果必须开放第三方商店。我们知道目前在 iPhone 上面安装软件很简单，你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面就可以，但是欧盟表示不可以，你必须安装第三方的应用商店啊！来问大家一下啊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同学，你下载手机软件是在自己的手机内置商店啊，比如说啊小米商店啊，或者是华为商店啊，还是在第三方的商店，比如说应用宝啊、911手机助手啊、360手机助手啊这样的，用手机原厂商店同学打个1，用第三方助手同学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弹幕。这毫无疑问啊，安卓阵营这边还有选择，但是苹果这边呢都是官方的商店。哎呀，但是欧盟呢要求说你必须得改。那库克他是怎么说的呢？库克早在2年前啊就表示，如果你想装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啊，建议你去买安卓手机吧，是吧？这是库克原话。此时我只想对库克说啊，库克够硬，可以啊，就是一个字儿硬气。但是人是会变的吗？作为苹果旗下最优质的资产 App Store 就要变了。本周苹果呢将会发布最新的 iOS 17.4，最大的调整呢就是在27个欧洲国家开启侧载，也就是第三方商店。具体时间呢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。这个他说库克咋的了？不是，库克一直是坚决反对的。但是呢，欧盟用法律手段砸开了 iOS 的生态啊，要求在系统当中必须插入第三方的商店，不能只是苹果自己的商店。唉。行吧，看起来这个欧洲啊和苹果确实是有仇啊，有坎儿过不去了。当然有同学弹幕表示说，既然欧洲这么不讲理、不讲情面，是吧？今天让我们装 Type-C 接口，明天又让我们装第三方商店，咱们有点骨气好不好？苹果，干脆咱就不在欧洲卖了，行不行？大家觉得行不行？如果你是库克的话，你是会选择按照欧洲要求去做啊？打个1，就不在欧洲卖了，打一个2，看一下大家的选择。哎，打2的同学很多呀。看起来很多同学的意思都是，如果当了苹果的 CEO， 坚决就不在欧洲卖了。难怪你当不了苹果 CEO。库克表示，那该卖还得卖呀？为啥呢？根据各项营收的统计呢，欧盟地区啊，整个占比在苹果的营收里边达到25%，就是1/4的营收都是欧洲贡献的。就说白了一句话，欧洲它有钱呐，这钱咱不能不挣啊。所以说欧洲他说啥啊，咱得听。既然听，那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同学里边有不少都是欧盟的高管。那各位欧盟的高管们，你们觉得还想在 iPhone 里加点什么功能啊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看一看。各位欧盟的领导们啊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没事尽管说啊，尽管说。有同学表示希望刷入 Harmony OS。不是咱们欧盟的各个国家这些领导，你们这么多要求吗？就你们这个要求，这谁也满足不了啊！不光要求刷鸿蒙，还要求刷 Flyme。停。这个苹果公司呢，明确表示啊，我们担心欧洲要求的这些变化将会影响用户的隐私和安全，因此呢，我们已经明确，以上所有的第三方商店的这些变化将仅限欧盟销售范围内啊，所以呢。其他地区的用户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你别的州的用户啊，你用不了这个第三方商店。哎呀，
这咋说呢？我听到这里啊，心里稍微的平静了一点啊。为啥呢？咱就别说在哪儿吧。如果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开放了第三方商店，你信不信 iPhone 现在体验还行的这个灵动岛，第二天就得给你整一堆广告，上面就是兄弟就来砍我。还有呢，就是从苹果的官方商店里边下载软件，那就全是精简版。下载一点啊，它提示你，您下载的是苹果官方商店的轻量版本。如果想体验完整功能，请到叉叉叉的官方网站去下完整版。你信不信？哎呀，时间过得飞快呀，谁知道10年后的今天，连 iPhone 上面都可以安装第三方的软件商店了。来吧，正在看节目的同学，既然这个事儿已经不能改变了，那么呢，在苹果的 App Store 之外，你还想安什么手机商店呢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有同学表示建议先安装谷歌商店、华为市场、小米商店、豆瓣夹和应用宝。你这咱就都装一个得了，好不好？咱们还是看一下这次 iOS 17.4的一些重磅更新啊。这个更新的话呢，应该是更多用户会用到的。比如说呢，在最新的版本里面呢，苹果更新了 Siri， 以前呢都是 Hey Siri， 咱们才能够调出来的苹果的语音助手。那么最新的功能呢，你可以把这个 Hey 去掉了，就直接就 Siri 了啊，以后就不用 Hey 了啊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还有包括 iPhone 上的 NFC 功能的全线开启啊。之前我们知道 iPhone 的 NFC 的功能几乎就没啥功能啊，你好多东西都开不了。那后面还有更多。除此之外的，终于我们知道原来在 iPhone 上面呢，我们最多啊只能用的是苹果的 Safari 浏览器，其他浏览器的内核呢也全都是苹果官方的。很多同学非常喜欢的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啊，在 iPhone 上面实际上并不是纯正谷歌内核。那么在最新版本的欧版 17.4 iOS 里面啊，终于可以调用第三方来自谷歌的引擎 Chromium 浏览器了啊，不用再使用苹果自己的 Safari 浏览器了啊，这都是很大的变化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更重要的变化啊，就是 Emoji 表情。可能很多人都不常用这个表情啊，咱们可以给大家来瞧一瞧啊。经常发 Memoji 表情的同学打个1啊，从来都不发这个苹果官方表情的打一个2。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，大家注意看啊，你看这个表情下面有这么多啊，几百个啊，各种各样的 Emoji 表情。在最新版本里面呢，增加了更多的动作，你能表达更多的情绪。每一个人，当你摁住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你平常这人就是人了啊，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摁住，哎，他就会蹦出6个人。从白到黑，从黄到棕啊，所有人的肤色全都在这儿，你可以随意的去选择，怎么样？我不说，你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些功能啊？只要是在 emoji 里边出现的人，那么都有不同的肤色供你选择，想是什么色儿就是什么色儿。应该说啊，这更新还是相当重大的，并且呢，这次还新增了几个表情啊，比如说这几个表情，大家觉得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呀？很显然啊，这点头 yes 啊，摇头 no， 来是 come 去是 go 嘛，对不对？这一看就是苹果内部有咱们的人。哎，还有这个啊，大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同学说这是甩鼻涕，你这都什么观众这是啊？有同学表示这是凤凰啊，这不是凤凰，凤凰是带尾巴的啊。还有同学表示这是火鸡吧？这个不是火鸡啊。来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名字呢叫做 Phoenix， 这个是不死鸟。这个之前有人说它是凤凰，其实这个不死鸟和凤凰它是2个完全不同的啊。凤凰它是2个鸟，凤是凤，凰是凰，凤求凰嘛，对不对？这不死鸟它是一只鸟，所以啊，这古代神话里面，这个咱们这边神话里面是2只鸟啊，人家这是一只鸟，所以啊，看咱们节目啊，就学这些没有用的知识去吧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反正就是这都是这次 iOS 的重大更新。OK 啊，那全都介绍完了啊。本次苹果 iOS 17.4的重大更新满分100，大家打几分呢？小米14 Ultra 又有哪些新消息？咱们抓紧汇总。首先啊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咱们不能再放小米14 Ultra 的图了。如果你想看的话呢，可以这个啊，这个你就假装它是小米14 Ultra 啊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给你描述一下啊，就是14呢，它的这个圈比这个更大了，然后背板这儿呢也变得更平了。总体来说呢，就是更像相机的样子了。那配置方面啊，我们大概过一下，采用的是最新的骁龙8 Gen 3的处理器，采用的是后置的4摄镜头，而且呢，目前预估啊，应该是4个镜头全都是5000万像素，也就是说等像素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在拍照的时候获得的画面更均一。
将会采用索尼最新的900系的传感器啊，并且呢会有最新的多档可变光圈的传感器。也就是说呢，它仍旧是在手机的影像部分完全的拉满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在看到更多泄露出来的信息。根据知名爆料人熊猫突然带来的镜头圈部分的爆料，你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。首先是2个小的传感器，4枚镜头组，孔径相当的大，并且呢包含有潜望镜组，以及徕卡的标识，仍旧是徕卡的微型镜头系列 Sumi Lux。来问大家，你是否看好小米重金押宝在手机、相机之间结合体的这个方向呢？看好打1，不看好打2，看一下大家的选择。还不止呢，小米14 Ultra 不只有以上功能，可能还会有更加重磅的功能，比如从最新的入网许可信息来看，小米呢在上个月末已经申请入网了一款机型，这款机型是卫星移动终端，是什么不好确定，但有可能是小米的超大杯系列。OK 那以上曝光出来的小米14 Ultra 的信息，期待呢这款产品能够尽早的发布。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，通常它会在标准版之后的3到4个月才发布啊，所以大家还要耐心等待。小米汽车颜色可能要做调整了。有同学说你这主播是不是在危言耸听？怎么说呢？咱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知道啊，本次小米汽车呢一共是3款配色，它们分别是所谓的蓝色、所谓的绿色和所谓的灰色。但其实看过我们开箱上手视频，同学应该有印象啊，就它的这个灰色根本就不是灰色。我在现场肉眼看，我怎么看它都是白色。而雷军本人呢也发了一份调查，他问小米苏7 3种颜色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来看投票的结果，非常的明显，喜欢这个所谓的亚灰色的明显更多，而喜欢这次主打的海湾蓝配色的并没有那么多。那也就是说，未来小米真的在线下开始推广这台车的时候，可能这个蓝色它不一定是作为主打配色，因为多数人至少我在看过现场配色之后，我是觉得那个白色我是觉得那个灰色更好看一点。这个蓝色不能说不好看，就是有点太扎眼了，就一点这个看着就有点往眼睛里边扑面而来的感觉。就可能年轻人的第一辆跑车，他还是想低调一点。OK 来问大家，蓝色、绿色和亚灰色，1、2、3，看一下弹幕，你会选择哪一个颜色呢？除此之外呢，雷军还做了一项好不好看的调查问题是在50万以内最好看的轿车是哪一个？10几万人参加了投票，最终呢票数最高的，我是没想到居然是奥迪 A6。A6 我的印象里面也算是一款中大型的行政轿车了，没想到这个雷军的用户群体里边这么多都喜欢行政轿车。好像喜欢这种轿跑的人不是很多呀。我估计雷军可能是不是看完这个投票结果，他心里也得犯寻思，这个年轻人这么大都已经长大了吗？不是，年轻人这么快就已经变老，年轻人这么快都已经进入行政岗位了吗？不是我们变成行政岗位了，而是我想变成行政岗位相对来说呢，这个里边那几台真的很像轿跑的车，反倒票数不是很高你比如说小鹏 P7 啦、智界 S7 啦，这都是外观很像轿跑的感觉他们的票数倒没那么高好吧。OK 这只是投票，咱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什么注意，这些车型其实雷军并不是在问你哪个好不好看，我认为雷军真正是想透露的信息是，小米苏7的价格应该和这一堆车差不多。觉得真实可以打1个6主播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你猜雷军他为什么会列这些呢？他咋不列点便宜的车呢？而且他也没列那些特别贵的车，对吧？他没列保时捷，也没列法拉利，是吧？列的这些车是说啥意思他说的意思无非就是我的车比这些车好看，我还和他们差不多的价格。我估计我瞎猜的。戴宇表示主播临床经验很丰富又有大厂换 logo 了，先问大家，微信和支付宝平常你用哪一个支付比较多？用微信打个1，用支付宝打1个2，差不多打1个31、2、3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这是目前我们熟悉的支付宝的 logo， 而在2024年今年呢，支付宝更换新 logo 了什么意思就直接把外框去掉了，没有这个对吧限制了直接就剩支了，支棱起来看一下同学弹幕你们觉得老的 logo 打个1，觉得新 logo 更好看打1个2。不得不说厂商们没啥活整的时候他就会换 logo你比如说小米换 logo 花了200万你猜支付宝换这个 logo 他花了多少钱？
咱不妨回顾一下当年20年前，支付宝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 logo 的样子是这样的，支付啊，这边是一个盾的形状，支付宝。后来的样子啊，变成了一个像防护，这不知道还以为是杀毒软件呢。总之呢，以前老的 logo 啊，它的核心透出来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保护啊，保护你的支付。现在呢，不用保护了，就剩支了，是吧？就剩支付了。还不知道啊，优酷的 logo 这大家也不陌生，是吧？这也是国内老牌的网站。最近优酷也换 logo 了，换成了这个。打1打2啊，喜欢老的 logo 打个1，喜欢新的 logo 打一个2，看一下大家的选择，你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？有同学表示，这优酷说我变黄了，不要随意联想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的。你看，原来这个下方是带一个阴影，好像是折叠过来的，现在呢没了啊，就变成一面了。还有同学表示啊，这不是土豆网复活了吗？是不是？优酷收购了土豆啊，现在终于又复活了。我是觉得，反正优酷它这个应该是挺省钱的，你这直接换个色儿就行了。科技美学也换 logo 了啊，不是换 logo， 我们一直是这个 logo， 箭头 logo 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你们猜我们这个 logo 花了多少钱？好啊，同学说这个 logo 我不关心，能不能说点我关心的啊？没问题啊，这抛砖引玉，优酷正在酝酿大事儿。我们知道优酷是一家视频网站，但是马上要转型了啊。优爱腾啊，1、2、3，来看一下同名弹幕啊。平常如果你看视频网站的话，会看谁家？如果你打别家就是4，是吧？1、2、3，优爱腾，4就是其他啊。1、2、3、4，看一下同名弹幕。好，那最新的营收列表显示呢，优酷的营收啊是被爱奇艺和腾讯超越了。那么优酷当然在积极追求转型，比如说他们推出了游戏。来看啊，优酷游戏，优酷推出了全新的真人实景恋爱游戏，名称叫做《拜托明天和我恋爱吧》。来吧，同学们，这个虽然还没玩这个游戏，大家可以先给这个游戏啊打一个预期值啊，预期的分数，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从视频来看呢，一共是1、2、3、6位女主角，不同年龄层、不同风格的女性，等着你在游戏当中和她们。我一看这个游戏，怎么有一种很强烈的既视感？你想到了什么呢？没错啊，当然是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款游戏当然是过去1年当中的爆款游戏，现象级别的游戏，让全网的宅男啊，游戏宅男都疯了，是吧？那这款游戏呢，之所以能火爆啊，原因也非常简单嘛。就是因为在游戏里面，我们可以和6位不同性格的女主角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。那本次我们优酷的游戏同样有6位女主角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，你更喜欢？完蛋了，我被美女包围了，打个1啊！更喜欢优酷游戏啊，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好，那目前的这款游戏即将上线，价格呢是42块钱，而且它这个应该是在国区上市的啊，就是国内正式上市的啊，这还挺难得。有同学问主播你怎么评价优酷这款游戏啊？这咋说呢？就是我自己吧，只能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啊，并不是特别的看好。为什么呢？咱们要明确啊，你说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，为什么这个游戏特别火呢？啊，原因呢就是在这个游戏里边，我既可以找对象，还可以给人当爹，是不是？一次满足你2个愿望，能不火吗？那你优酷这个游戏你能干啥呀？这感觉就缺乏诚意啊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，也不是不行啊。来，这回同学们再打一个分数吧。不过确实啊，感觉好像这段时间推出了很多这种游戏，而且这连名字都差不多，对吧？都叫什么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，是吧？人这个名字往这一列，那后面有好多类似的名字。你比如说这次优酷起的这个名字叫做拜托明天和我谈恋爱，这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得改，是吧？还明天和我谈恋爱，这等不了啊！我现在就要。你说，要不然这样啊，就是咱们大伙共同来设计一款游戏，是吧？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同学，咱们众筹一款游戏，咱就先从名字开始想。他们整这个名儿，我感觉都没什么创意。你觉得咱们起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的名字，能够一下子就抓住用户的心，而且呢，让用户特别的有代入感，把各种游戏里面可能的剧情啊，全都集中在这个名字里面。让人一看这个名儿就想去玩这个游戏。来看一下同学弹幕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有同学弹幕表示啊，这名字咱们还是得按这个格式来，这格式才能大卖。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，拜托明天和我谈恋爱。咱们众筹这款游戏就叫开门，我是隔壁老王，肯定大卖啊！你这不是，你们发弹幕能不能注意点啊？一会儿直播间让人疯了，我都念不出口啊！祝愿优酷游戏啊越做越好。来问大家一下，你有售卖2手产品的经历吗？
有同学打个1啊，从来没卖过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目前来说的话，国内啊闲鱼这边算是一骑绝尘，可是非常遗憾，我自己其实是挺希望在网页端来操作的啊，毕竟更方便是吧？但是闲鱼它根本就不开发网页端。首页上面明晃晃写着啊，我们已经停止更新，请下载手机版。这些厂商一个个的不学好啊，都把网页端给取消掉了啊。当然啊，也有好消息，一起来看。闲鱼，咱们先说清楚啊，闲鱼它是阿里巴巴旗下的，和淘宝、支付宝那都是一系的。那现在呢，闲鱼微信上架了，来到了微信小程序，而且啊，这个闲鱼里边居然能用微信来进行收款了，这就有点像啥呢？有点像你打开了淘宝，然后用微信收款的感觉。看起来要变天呐！啊，这闲鱼上了微信，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吗？啊，觉得是打个1啊，觉得可能就是临时昙花一现吧，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我自己觉得肯定是好事啊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你在等于是电脑端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嘛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可以在微信里面去搜索闲鱼，然后点击小程序来看一下。你在微信里边搜索闲鱼，那么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转转，哈。不愧是你啊！不愧是你，不愧是你。咱们往下看啊，没有了。那闲鱼到底在哪里？点击更多搜索结果，出来的是一个假的闲鱼二手平台。我们再往后翻一页，再往后翻一页，再往后翻一页，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，终于出来了闲鱼阿里巴巴闲鱼网站，这内容就是闲鱼的样子了。所以呢，这边就要提醒你了，如果啊你要在微信里边使用闲鱼的话啊，注意千万别点错了，往后翻一翻，后边才是正版的。OK 啊，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啊，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？没看够的话，赶紧关注一下，看一看咱们频道有多少粉丝了。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啊，我们已经从69.5万的粉丝增长到了71.5，感谢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，要不然下周你肯定就看不着我了。那这里是科技美学，我是大岩，咱们下周继续表扬各大厂商。本周感谢微软的赞助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